欢迎这位持宝人，欢迎你。Hello， 大家好。这个就是我家里边人赠予我的，一看就不简单，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大气磅礴。上面画有2位小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包小包的背着，然后还有登山杖，感觉像是2位驴友结伴而行来观赏瀑布来了。大家看看怎么样？我觉得挺漂亮的这幅画，意境也很好。首先呢，我觉得这幅画它是通过一个扇子的形式给呈现出来，这个就代表咱中国的这个文化，就给它融合进去了。是的。再其次呢，从画的这个内容上，不管是松树还是瀑布，就包括上面这2个小人，我感觉活灵活现，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好河山，给它体现了出来。对，那您为什么把这幅画带来咱们华域之门呢？我用 AI 搜了一下，发现这幅画的作者他历届的藏品有拍卖到500万，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过来鉴定一下。所以您对他也是寄予厚望。是的。那你预估他多少钱呢？至少100多万吧。至少100多万。那我觉得他如果是100万级别的啊，首先他肯定得是个真品，其次的话就得看这幅画的作者是谁。我觉得呢，它应该不值那么高的价钱。为什么？这幅画我看了是出自1985年，属于近代了。然后呢，它这个题材画风，我看不出来有那种特别大家的那种风范。家里人有对您说这幅画作者是谁吗？他们说这幅画的作者是黎雄才。黎雄才，大家了解吗？没有了解过，没有听过。那于老师，黎雄才是谁呢？这个款实际上有2字，广州、羊城。广东呢也有一个画派叫岭南画派，从清中期开始，居巢、居廉2人兄弟创办了岭南画派开始了。后来呢，到了民国，到了我们的新中国前半程，那么我们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第2代的影响力更大的几位画家，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个作者本人黎雄才，在岭南画派称为近现代的4大名家，影响力非常之大，也是大家。对，同时他引进中西绘画，特别是光影效果在他这里来表现。但是他的画仿品之多，因为名气大了，自然而然仿的人也就多了。对，而且我还想问问小女孩，这个画当时家里人呢收藏的当时就配着原框吗？对啊，配着呢，配着的话也应该很划算。对，因为占个画框便宜是吧？这便宜得占。因为我们书画最怕的问题是什么？是它的复制。现在书画这个门类里边复刻是之多也就造假重灾区。所以你看在这框就把它买回来了，隔着玻璃，这种危险系数非常之高听于老师说完之后，我感觉我的心凉了半截儿。我全凉了，真的，估计现在也是非常忐忑啊。那大家伙觉得这是真品还是赝品？我觉得这幅画是真的，我就觉得好看，觉得真，觉得有这个灵动性。我认为现在它真的原因呢，是它这个纸张旧的这个程度不像是仿制。那您刚才说了，感觉它达不到100万的级别，对，现在觉得呢？10万到50万之间，跨度比较大，这命中率高。哎呀，这是个聪明买家。那于老师，他到底是不是黎雄才的真品呢？然后又到底值不值100万呢？告诉你，100万张大千、齐白石都能买到。但是拍卖记录确实它有偏高的几百万，甚至说1000万级也有。但是人力尺幅非常之硕大。这个呢，扇面呢是不大的尺寸，对，是小而精的，很小的。解决第一个问题，得解决真和假。真了才能研究100万，假了100块，100块可能都有点多了不多，这框值这框绝对值。其实你看这画一打在面前，首先看款识，这是1985年的款，是他的中晚期的作品。那么这个时期他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面貌，所以这是一个成熟期的作品。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张画里边刚才在提到的2个人，
这两个人物啊，在登山的角度，远处呢是垂挂的瀑布，这个落款也非常清楚，叫秋山观瀑。左边能看到几棵树枝干上点着红点，表示的是秋天霜降之红叶之感，哎，那种效果出来了。这个松树的技法呢，即使是主干用了勾线、焦墨石钩，里边也是点演了皴擦的手法。而且大家仔细看这个皴擦的枝干，特别是松枝的实笔，还是非常厚重的墨韵。再看见这些远处的瀑布，还有远山的斧劈折带，以及皴擦点眼，用的是石墨加渐色的时青时绿进行渗透的表现。这个就是西画里的光影叠加、层次运用。所以这张画从它的绘画技法上，完全符合于黎雄才的中晚期的作品，没有问题，小姑娘。现在这个心又热回来一半，接下来这一半就看它值多少钱，能不能达到您的雄心壮志100万级别了。那么这张作品呢，刚才提到了尺幅小，是扇面，应该是62公分长，宽是21。这个呢，在我们行内管它叫1.2平，但是它不可能按照这个平尺算，因为一扇顶3平啊，就一个扇面按3平尺算。为什么？扇面的构图是一个双边几何性构图，难度大。正常黎雄才的1平方尺现金市场价应该在5万块钱，那么呢，3平方尺应该在15万元，因为折扇呢会经常折啊，它这个折痕还是有的。完了，品相尚可啊，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估价是12到15万元。好，恭喜你！嚯，大哥，你这行头够酷啊！这是您带来的今天，宝贝？家里头的。我听别人说的，好像是不是商朝以前的？商朝以前，这个东西倒带的话，应该是明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直接是到元嘛明。哎，您觉得这怎么样？看这釉光啥的？可以啊，釉光啊、器型啊都不错。要给你的话，你收不收？收500。这个属于一个小翻口的一个梅瓶。其实这个东西当时的用途还是一种酒具。我个人呢也觉得这个年份应该是元明时期的。两宋一直到这个元明之间，甚至到清代，北方地区都很多烧。从它的这种胎釉上，包括这种釉质上看呢，是典型的就是我们这种甘陕地区的窑厂。这个上面是你看上面有先天的它这个窑疤，就说明它烧制的时候呢，它就是里面一个窑里放了很多东西。其实从品级上来说，它不算说特别高。它比较有特色一点，就是削完胎以后呢，它上面的镂胎上面有这种滑的这种疏壁纹，还有一种海浪纹，胎上面的糯质性比较高。但是呢，它的胎呢和早期的，比如说像元以前的这种胎，北方的胎显得要密一些了。所以这个胎呢，它的基本上这种时代性，它就是元明时期的。别看光这么亮，东西是开。您觉得它值多少钱？5000左右，它是民窑的嘛。我认为是6万。那就是5-6千块就差不多。来，大哥，您现在还觉得它是一个不怎么值钱的宝贝吗？这一类其实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存量的。综合它的这个品相和状态，正常市场流通应该在3000块钱左右。恭喜您进宝之宫，送上华裔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你！谢谢。你好，我是华裔之门的那个老粉啊，10几年了。天哪，太感谢您一直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您。那今天是带来什么宝贝了？瓷器嘛。以前老父亲喜欢这个，我是随他的那个爱好，我也就收藏下来了。这个是老父亲东西。陪伴您多少年了？差不多20多年了。那有没有跟您说这是什么年代的？宋瓷吧，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嘛，对这个花色也就是喜欢。大家伙觉得呢？窑中窑的民窑产品，不是刻花，它是压花。窑中窑的啊，我看着老好了。当地的收藏藏友啊，都比较懂行的啊，它确实是陕西窑中窑的产品啊。这个圈足呢是一个切削工艺的，然后这里边漏的有胎，包括这个呢，其实上工艺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您这2只呢，符合宋、金、元这个时期的工艺特征。里边的这个局办式的这个工艺呢，是手工啊契刻出来的
那么这个外面先是拉坯工艺的旋纹特征，然后有铸刀修的这个工艺特征。这个工艺呢是模具印花印出来的，但是这外面呢线条工艺呢是刀，然后剔刻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复合工艺的。干什么用呢？这以前喝茶的小茶碗啊，那这个呢也是一个茶碗啊，只是相同不大相似。你看，虽然是青色的、绿色的，它还不一样，深浅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传统的釉料配药的一个特色。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呢，它的胎体比较薄，这也是陕西耀州窑的一个制瓷工艺特征。越薄的瓷器一入了炉，高温状态之下，它一烧，它就软了嘛，要么塌架子了，要么烧瓢了。但是为什么耀州的瓷器可以烧这么薄吗？大家知道吧？耀州本地的制胎用的胎泥里边含的氧化铝啊，它可以起到一种稳定剂的作用，在烧造高温状态之下，第一不塌架，第二不瓢不变形，这个就是耀州窑的第二大特色。耀州窑呢，它还有一个特征，我们知道薄传热就快了，但它这个传导就没那么快，就是因为它里边有氧化铝成分的胎泥，阻热感就稍微的好了一点。那么这是什么时期呢？这个是平萧族的，里面带釉的，这都是宋代这个时期的特征。那么这2件呢是非常开门的传世珍品，恭喜您。谢谢。那您对它有没有心里的一个估价？没有估价，因为收藏的嘛啊。大家伙儿觉得呢？有个味儿，有味儿的话，可能值个1万块钱吧。2个13万块钱吧，这来最少要把10万吧。您这2只呢，很遗憾的是，一个有冲缝，另外一个呢，这个有个掉了一块，粘了一下啊。这个都是影响价值的非常大的因素啊。如果完整的话，这一只目前参考价呢，差不多2-3万块钱。这个完整没有毛病的话，像这种釉色的也在2-3万块钱，但是有毛病了就1/10的价钱。所以您这2只呢，5-6千块钱，好不好？谢谢老师。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裔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谢谢。高老师，我这也有个耀州窑，你还帮我看一下。我玩市场淘的，花了500块钱。刚才说了半天了，大家看看它相似吗？我看和它的一样，但是相似又不相同，对吧？对。这个呢，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光滑，釉子表现的不明显了。这个就到了金代这个时期了。里面的这个刻划工艺呢，还有这个线条工艺呢，它表达的是一个类似于荷花叶子的这个形状。这个釉呢，带给人的感觉，这个光亮度呢非常的柔和，底部呈现出来虽然没有釉，但是色的这个特征呢是非常明显的，在长时间在一个环境当中啊，受环境影响受到的侵蚀的状态特征。所以这件呢是金代的耀州窑的珍品，但是是个标本。不比啊，也是真的啊！你给咱们估一个价吧。还想知道价钱？它有略微的造型，然后有刻花工艺啊，呈现出来又这么小巧，所以从直观上审美来讲，比这个要高级一点。您花的是500块钱，影响它现在值多少钱？这点高一点就行了吧？大家觉得呢？大概2000左右，700-800。那么它的这件东西呢，非常明显的，它中间缺了一块肉。按照标本年代文化信息的估价呢，差不多1500块左右吧。哦，满意。可以。我是从甘肃兰州专门过来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公公婆婆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哇，见面礼呀！我这打眼一看就觉得这碗不一般。关键是我现在主要是想看一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不太懂这个东西。如果它对，我想可能想它值多少？5万到10万左右吧。它这里面是有人物的，这是娃娃吗？像鱼呀、花呀。您可以离近一点。离近就看清楚啊，这是娃娃。而且娃娃不止一个。对，我数了一下，有4个娃娃呢，还有鱼，还有那个荷花，有的像莲花。你看这个娃娃手里好像抓着什么东西一样，是不是抓着什么花儿？对，他们抓着莲花。我们说的对吗？给你们都加1分啊，因为你们说对了。它是一种茶具，那么这个形呢叫斗笠形，因为它像倒扣的一个斗笠一样。对，英系的题材。
因为古代他就喜欢这个题材，这个更恰当的来说应该是连生贵子。其实这个不是刻画，这是模印工艺，过度变化呢，相对来说比刻画的要显得要丰富一些。这个风格就是北宋晚期的风格，因为北宋晚期呢，它就开始流行了这种抹印，在早期呢是替刻为主，当时就流行这种橄榄青的颜色，它颜色会比较发黄发深一点。这个东西如果对，是什么东西呢？是件耀州窑的作品，在甘陕地区，就咱们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当地特色的。这个耀州窑的制品呢是巧若泛金，金笔琢玉，它就相当于古代你做铜器那么讲究，它的细节呢拿捏，包括它的釉色控制呢，就像当时琢玉一样。但是耀州窑现在仿品特别多，从民国时期就有仿品。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因为在这边的博物馆我也见到过几只耀州碗，就感觉成色特别像。因为我也不懂这个。但是我看它这个吧，它看着反正比较老，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真的。究竟是真的还是仿的呢？对吧？你看这个釉光，又这么亮，也没有什么受罄的痕迹，看起来有点怪。说实话，它整体虽然说釉面呢光感是比较强，但是你晃动的时候，这个光呢是比较温润的一种、比较透的一种光。然后你虽然说它表面上很常见的耀州很多在外沿部分有些侵蚀的。但是在基釉的部分，你看这种灰白色的点还是有这个现象的，尤其是耀州的这个修足，就是你看它当时有一个蘸釉的一种工艺，蘸釉状态比较自然，这上面会有个指甲的痕迹，然后这样蘸釉。我经过鉴定，这一件耀州窑青釉抹印池莲童子的一个斗笠盏真品。那么这件作品如果市场流通价格大概应该是人民币18万元。